一个个都是蠢货，留着你们的脑袋有什么用啊？今天每人给我一个说法，都说说自己该当何罪。陛下，您看我今天美吗？叶锦惠今天又想耍什么把戏？爱妃，陛下，臣妾新得的这雨衣，陛下你看，好不好看？爱妃归姿艳逸，让这无聊至极的清夷殿都有了生机。此等美人美景，朕一人独享，岂不可惜？来，众爱卿，都把头抬起来，都给朕抬起来啊！你抬起来。怎么，众爱卿是看不上朕的丽贵妃，还是说脑袋太沉，要朕一个一个把你们的头抬起来？这就对了。陛下今日能赏的这羽衣舞，还得多亏了王尚书割爱呢。不愧是王尚书真养的仙鹤，这毛啊白得跟雪一样，还软得很呢。这羽毛是？啊，就是你养的那只。你看，这毛上还有新鲜的血呢。我能喝，我能喝呀！啊，那鹤我已经给炖了，还说是什么灵鹤呢？煮了之后味道跟鸡汤一样。那可是仙台灵鹤呀！沙鹤寡语，会遭天谴的。哼，天谴？陛下才是这大宁的天，本宫有陛下护着，今天能拔了这鹤的毛，明天就能扒了你的皮。爱妃，陛下，这与老臣无关呐。头好疼，屁股也疼，这是哪儿？做梦吗？妖妃祸国，大宁危矣！陛下，你要明鉴呐！这是要干嘛？不会是要杀人吧？
真杀了！他干嘛？他该不会要来杀我吧？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朕替你出了气，爱妃可还满意？挖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发现。这就是那个暴君的头盖骨啊？不一定，但这里大概率是宁安郡的墓室，也不排除有陪葬的可能。会不会是那个妖妃？叫什么？丽贵妃叶氏。对，当时他们可有名了，我还磕过他俩呢。拉倒吧，范小鱼，被一个暴君宠成了移动靶子，死在了乱箭之下，这种邪门的 CP 你也敢磕？叶氏跟着凤之离一起遗臭万年，也算是倒了大霉了。朕替你出了气，爱妃可还满意？妖妃，大宁，刚刚不是在做梦？脸没变啊，可这衣服，我穿越了。碧桃姐姐，娘娘的驻颜汤熬好了。大胆！这可是娘娘花了大价钱求来的驻颜仙方。你摔的这一碗能买你全家的小命，你知不知道？骄奢淫逸，愚昧虚荣，救命啊！奴婢不想被贵妃娘娘杖杀，也不想被丢进围猎场被熊追。滥杀无辜，行事残忍。这要是平日里，赏你几板子也就过去了。谁知今日早朝，王尚书死前出言诅咒，娘娘受了大惊。你这当口毛手毛脚的，谁能保得了你啊？混乱朝纲，戕害朝臣，我居然穿成了妖妃乐氏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穿越就穿越，偏偏穿成妖妃。我看史书上这位妖妃可是死得很惨了，得赶紧想办法穿回去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奴婢自罚掌国3时，求娘娘宽宥。哎，求娘娘不要砍奴婢的手。叶氏，你可真是风评极差，这妖妃可真难当。罢了，本宫恕你无罪。多谢娘娘，娘娘菩萨心肠。你起来吧。陛下驾到！完了！那个满脸是血的男人，
什么？他不会是要杀了我吧？怎么会？那他来找我干嘛？娘娘您糊涂啦！陛下每日都有宠幸您啊，每天都上床，那还不如杀了我。爱妃这是怎么了？让朕好生担心啊！陛下，臣妾今日来了大癸水。哦，朕怎么记得爱妃的月事是在月初啊？是。那可能是因为今天在殿上受惊了才。是吗？分明是爱妃你想杀了王尚书，又怎会受如此惊吓？难道是朕会错了意？没，那我应该就是受凉了。陛下圣恩不会怪罪臣妾吧？怎么会？陛下，臣妾要去更衣了。您看，就让朕去你梦里看看，你到底是谁。那朕就先走了，爱妃好梦安睡。爱妃这是何意？我是摸到这暴君的头盖骨穿越，会不会？确实和墓里的头骨一样，很是饱满。不过好像行不通啊。爱妃现在也爱摸人后颈了。陛下不喜欢？朕喜欢得起。陛下，天色渐晚，您看，爱妃竟然如此心意，朕倒舍不得让你一人独守长夜。爱妃准备侍寝了。陛下，这摸头也不管用，怎么办？这人不仅杀人如麻，还浑身心眼子，天天跟他睡一个被窝，迟早得露馅。得想想办法。大宁的丝绸竟然已经织得这么精细了，绣花也绝美了。要是能裁下一块布带回去，绝了！我们梦里见。
这梦境为何如此奇怪？这是哪里？哎哎，快看，这套残卷不就是上次3队从宁安君主墓室挖出来的吗？能被收在宁安君的主墓里，应该是宁安君的珍藏，只不过字迹磨损严重，没法修复破译。有没有可能暴君也写日记啊？再或者，会不会是情书啊？你不会又想跟我安利暴君和妖妃的 CP 吧？你别忘记丽贵妃是怎么死的。生辰宴惊变嘛，宁安君的长姐大宁长公主以清君侧为由，一剑送走了她。这关我磕 CP 什么事儿？我更愿意相信学术界的另一种说法。我的扳指。夜使只是皇位之争的牺牲品。宁安君只是利用夜使，借他妖妃之名，肆意行乱。女人从来都只是借口和遮羞布，什么妖妃祸国，都只是掌权者的伪饰吧。我是真好奇啊，哪位大神可以拿下你这个学术脑袋？首先得长得好看，起码得是宁安君这种级别的美男才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子然。都什么时候你还问这个？还好是梦，可是怎么会梦到他？梦里面看着挺平易近人的，现实看，果然还是有点吓人。穿越剧不都是怎么来怎么回去吗？我是摸了暴君的头盖骨才穿越的，可是怎么不管用呢？要不我再摸头顶是人？爱妃不是来了鬼水，这是要做甚？臣妾就是看陛下的鬓发乱了，帮陛下理一理。天色尚早，要不我们再睡会儿？夜静安。沉水鹅梨，今日正想品此香，算得这么准？巧合而已。次次巧合，岂不神算？陛下昨夜成功入梦了。你的香加上睡前抚过他的头，不难让他夜间惊梦。陛下在他梦里看到了什么？昨夜，
我看到了一个与大宁全然不同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很是怪奇。百亿须弥山，百亿日月，名为3000大千世界。天地外尚有天地，犹如恒河沙数，本不稀奇。女人从来都只是借口和遮羞布，什么妖妃祸国，就只是掌权者的伪饰罢了。这世上最残忍之事，莫过于强者利用弱者粉饰太平，太过不公。他与他说过相似的话，也许他们从同样的地方来。星落月升，难归昨日，来处已是过去。你知道他们从哪儿来？那你可算出他是谁，为何来此？陛下，臣是司天监，不是卜算子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每次说话都只说一半是吧？罢了，此事蹊跷，他的身份我会另行查明。灵珊，你与皇姐说话也是这般气人吗？听说她快回来了。陛下万寿天齐！天刚亮就开会，多强盛的王朝都得灭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老臣有一言：后宫不参朝政，就算是贵妃，也不该违背先训。我如今可是妖妃，人设不能倒啊！陛下，臣妾就是心念陛下，不想跟陛下分离片刻。爱妃既然如此心意，那便陪朕左右吧。谢陛下。这简直是胡闹！陛下已特许本宫随行，这位大人还一味执意，才是胡闹。这位大人，就是啊，怎么能这样说？贵妃如今地位尊崇，难道就连规矩礼数都不要了吗？爱妃，你今日是怎么了？就算在朝堂之上，也不便如此对待国丈啊！国丈，爹，国丈，也是那个三朝元老位列国公的爹。爹，老臣可当不起贵妃谬称。陛下，容臣先行告退。看起来倒不像是演的。既不认识叶廷君，那便确实不是叶景惠了。众爱卿可还有事？完蛋了，彻底完蛋了！刚穿越就狠狠得罪了亲爹，唯一的靠山也没了。与其被拆穿露馅，身首异处，不如拼一把。等他干掉我，不如干掉他，摸他的骷髅头。哼！你们都退下吧，这里我自己来就行。一点人气都没有，这暴君晚上不怕做噩梦吗？
娘娘，娘娘，陛下在宫宴中多饮了几杯，您看？有本宫在就行了，你退下吧。是娘娘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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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事情是不可能事情的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就搞死他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这是你给我机会的，你可别怪我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！陛下，爱妃想要弑君，臣妾连杀鸡都不敢杀，怎么敢弑君呢？哦，可朕怎么记得前年春猎的灵狐，于大人家养的花鹿，还有王尚书的仙鹤，可都是爱妃亲力亲为送他们神归的。陛下，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臣妾跟你开玩笑的，臣妾跟你开玩笑的。怎么还真的吓到了？爱妃难道忘了，这种游戏可是爱妃平常最喜与朕玩的。史书上可没提暴君妖妃玩的这么刺激啊！杀不了，完全杀不了。也不是我不敢吧，就是这史书上宁安君也不是被勒死的，是吧？算了，就当是沉浸式考古吧，走一步算一步。这2天有不少收获呢。宫女统一自制的绣花鞋垫，太监私藏的天然玛瑙鼻烟壶，还有这个御赐的红胎莲花盏，看着幼稚厚润，釉面光滑，和刚出土的就是不一样啊！娘娘，官服已备好，明日卯时，奴婢就来为您梳妆。官服这么隆重？明天什么日子啊？明日是长公主班师回朝的日子呀，你还要随陛下去城门亲迎呢。长公主回朝？今年可是宁安13年。是啊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退下吧。宁安13年，魏州大捷，长公主班师回朝，1个月后就在生辰宴上击杀了姚妃，丽贵妃叶氏享年22岁。只有1个月了，无论如何，我得想办法苟住。
呢？我的盏呢？我御赐的红泰莲花盏。大宁昭明长公主班师回朝，恭迎长公主殿下。那便是妖妃叶氏。是，您出征魏州后，她入的宫。听闻此后，皇帝夜夜笙歌，不理朝政，荒淫无道，顽劣嗜杀。赤甲军，有。杨琦收任，随本将归城。是。我完了。终于回来了。陛下万寿天齐。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想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丽贵妃娘娘。便是贵妃，当朝坐而不败，成何体统？是朕允她不跪。公主殿下，恕老臣直言，贵妃不拜，这自然不合礼制。但长公主殿下持枪行走殿上，又与贵妃何异？再者，公主殿下身为女子，既想时意慎用兵权，如今又对陛下言出无状，这岂非是有悖纲常，藐视君臣之道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真是我亲爹，这时候替我说话，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本宫一走3年，守卫州城，应敌不下100战，为大宁夺回益州7城。我受先帝封号昭明，可持枪进殿，当朝不败。叶国公可是在质疑先皇？正因先皇浩荡天恩，殿下才应克己功勋。够了！边关3年，苦战磨砺，长公主殿下的锋芒，倒是丝毫未减啊。我偶闻传言，心痛不已。边关苦寒不敌心寒，请陛下亲军策，除妖妃，以明心志。放肆！好，好得很。丽贵妃，荣宠加身未必是福，若德行不端，天不收你，我收。
苍天呐，我这下真的要完了。但是这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帝，未免也太帅了吧！殿下安好。黑善，3年前我出征之时，你问天卜卦，可曾算到我能活着回来，与你们刀戈相见？归氏所言，殿下受天福佑，定能得胜归来。那还要多谢你所卜接灵，几次鬼门关都闯过来了。娘娘，这个月的药上好了。药膳，叶国公特意嘱咐了，这药得趁热喝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今日国公还在朝上替娘娘解围，娘娘您真是好福气，陛下肯宠您，国公也对您爱护有加。就是他俩差点把我坑死，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想保命还是得靠自己。碧桃，给我准备一套便服，我要出宫。碧桃，给我准备一套便服，我要出宫。娘娘，您是要去哪儿啊？容奴婢去通禀陛下。本宫难道连出宫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娘娘饶命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这药3分毒，还是不喝了吧。果然民风开放，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歌舞升平夜，醉卧不想天。哎，燕公子真是好记忆耶！燕公子果然才貌双绝。10载，燕明公子家道中落，沦落风月。长公主班师回朝，当日搭救于他。燕明为了报恩，扶持女帝，成了宰相。哎呦，燕公子莫要再害羞了。既然来到此处，就不要摆着清廉文士的架子了，是吧？我出30两，买燕公子1碗，足够了吧？能不能在公主面前刷好感，就靠你了，燕相。我出100两。你是哪里冒出来的东西啊？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敢和老娘抢男人？哼！
250两。我出200两。250两。哎呀，这男的值这么多银子吗？别犯傻，你一身轻骨满腔抱负，宁可如此不堪打压吗？放手！君子何该藏其余身，伺机而动？宁可这样懦弱的去死，也不敢隐忍后发吗？1000两，验明随我回府。公主殿下，万福金安。OK 了。公主殿下举贤爱才，由她亲演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交给你们掌柜的，稍后有人接你去赤甲营。你跟我出来。吓死我了！叶氏，身为当朝贵妃，却公然流连南风馆，就不怕本宫禀明陛下，治你个不贞之罪吗？污泥之中一生清和，难道往来于烟花之地，就该被打上放荡之名吗？哦，我竟不知，贵妃娘娘是如此巧言善辩之人。皇帝幼年即位，虽算不得才略惊人，但也不至于昏庸。直到被奸人挑拨，全我出了京，娶了你。传言中丽贵妃姿容绝色，骄纵顽劣，妖言惑主。如您所见，您觉得我像传言中那样吗？依本宫看，并非如此。殿下果真英明，胸怀大志，谋略过人，怪不得以后是宁朝之主。本宫猜的没错，你并非传闻所说是空有皮囊的废物，你呀，心机城府深不可测，脸蛋漂亮还会骗人。我今天就替我那笨蛋弟弟断了情根，除了祸患，可好？没事吧？长公主僭越了。她心怀不轨，蓄意挑拨离间，动摇皇权。我今日杀她，就算是以命换之，只要能换来你的幡然悔悟，也是值得。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若我今日偏要杀她，纲纪必折，皇姐难道还是不懂吗？你若一意孤行，便不如一同弑君。你疯了！你就这么喜欢他？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凤之离，你执意要宠幸妖妃，一错再错吗？你可还有一丝记得娘亲生前的教诲？娘亲？
生前当朝太后不是他们的生母，可史书上一字未提此事，怎么可能？娘亲教诲，万不敢忘。但我没错。陛下，怎么不请太医来啊？朕亲自替你上药，爱妃不喜欢。自然喜欢。不喊太医是不想这件事传扬出去吧？总感觉宁安君和长公主的关系跟史书上说的剑拔弩张不太一样。臣妾今日去落云坊，就是得到了消息。听闻公主殿下会去那儿，今日在朝上与殿下多有误会，臣妾就想着亲自去解释一番。举朝皆知，朕与长公主不睦，她手握兵权，藐视皇权，甚至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为何主动去寻她？臣妾只是觉得，公主殿下为人处事刚正，并无冒犯陛下之意。今日若不是朕及时赶到，爱妃可要身首异处了。如此，你还为她说话？臣妾只是实话实说，况且，陛下不是来救我了吗？朕自然是要护着你的。我猜的果然没错。爱妃有伤在身，早些休息，朕先走了。陛下慢走。这么看来，宁安君的暴虐，难道和他生母之死有关？这么看来，宁安君的暴虐，难道和他生母之死有关？或许。这是我保命的机会。也不知道怎么，他一拉着我上朝，我就犯困。这跟上班有什么两样？上班还能摸鱼呢，上朝这么多人，鱼都不能摸。钱爱卿。臣在。你承折子要朕废除贵妃，以正视听。今日朕给你这个机会，当着丽贵妃的面，可愿收回谏言？微臣血谏，请陛下罢黜贵妃，以正朝纲。爱妃，陛下。爱妃今日好香啊，用了什么香膏？陛下，大人，请大人，请大人。陛下，您可还记得先皇祖训？乱信与妖孽，恐先人降罚。陛下三思，三思！怪不得拉我上朝，他想杀钱心，要我当背锅侠。闭嘴！先皇若是在天有灵，也该先罚你这个口无遮拦的酸腐之人。
朝堂之上，你污蔑本宫是妖孽，还敢妄言指教陛下吗？再敢胡说八道，仔细你的脑袋！破阵的局，有趣。你这妖妃，在说必死。钱爱卿血气方刚，你的血也比一般人要红很多呢。爱妃可爱吃荔枝？朕看爱卿的头颅沾血，颇像一颗赤红的荔枝啊。朕的剑法如何？陛下神武，剑法超绝。来，爱妃，尝尝，尝尝。甜吗？嗯。来，爱妃自己尝试剥下一颗荔枝。怎么，爱妃不是最喜欢吃荔枝了吗？臣妾今日脾胃不和，不想吃了。朕在替爱妃出气，不好吗？爱妃，剥皮要专心，否则其爱卿的头盖骨可就不保了。不行，啊！这。叶景惠，你又做什么妖？钱欣是文才清流，陛下为了这妖妃如此羞辱，就不怕文官谏言吗？哼，他们不是最爱血溅吗？不见血，岂不欺君？你真要杀他？是他对朕的爱妃不敬，不杀他，爱妃岂不伤心了？不是，这也能甩？臣妾不伤心，陛下可以放了他。爱妃是要救他？臣妾是想到了更好的法子惩治他。说来听听。臣妾觉得今日的荔枝太小了，我想吃比拳头还要大的荔枝，不如就把它发配到渭南，钻研一番。你，无望的目标，日以继夜的辛苦，才是最大的惩罚呀。陛下，你不是说都听臣妾的吗？
就这么办吧。哼，怎么越努力越心酸，又得重来？陛下今日在御花园演戏恐吓潜心，是想先破其心防，再请入梦。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母亲一案久远，我虽凭借入梦探查良久，可线索却寥寥无多。潜心当年因职参案，我前几日借故摸过他的后脑，可当夜却并非入梦。梦之境，意念为首。人之念力强，则梦境难尽，难堪难破。今夜应有所收获。今夜收获不止于此。朕现在的这位贵妃虽言行造作，可我能看得清楚，她是确确实实想要救潜心。潜心与叶国公素来不睦，看来她确实不是叶家的人，而且不是奸佞之人。时辰将近，朕先走了。这个是凤之离，这是长公主，这个是神秘死亡的先皇后。因为她死了，她就变得暴虐了，然后她和他决裂了。那说到底，都是因为他。所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如果知道凤之离为什么变得暴虐，那长公主不就不能杀我了？我也能摆脱妖妃的污名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先皇后住的可真够偏僻的。听碧桃说，星辰殿是皇宫禁地，先皇后走后，先帝下令不许任何人踏足，哪怕是陛下。怪不得先皇后的相关资料那么少，万一能挖到什么些秘辛回去，我就能发核心期刊了。刚才那边好像有动静，走，过去看看。谁在那儿？我刚才真的听见了呀！这地方鬼都不来，哪有人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。
陛下身上了。好了没？马上好。骑下来了。你今夜为何来这里？我那日听闻长公主提到了先皇后，想陛下应该也会到此缅怀，故特来宽慰于朕。陛下真是聪慧。不及你聪慧。通过只言片语便寻到此处，有意思。这洛阳铲、罗盘指南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娘亲素爱这些，便特意造了这间密室。先皇后该不会是个盗墓贼吧？又或者跟我是同行？你识得这些物件？我之前在一些将公传记里读到过，先皇后颇具巧思。他时常来这里，一待就是一整日。我幼时偶然误入，当时极喜欢这里。这么一个空寂冷色之地，他整日独处，是如何排解孤寂的？这里的每个工具，每个藏品，都是他用心血所铸。做喜欢的事情，我想他大概率不会感到孤独。你可以和他聊天，也可以和他谈心。这些泥人都是有生命的，他们好像都在讲着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先皇后是个很厉害的人吧？
下，臣妾只是觉得无妨。陛下，您这么盯着臣妾看是做什么？只是觉得你与之前大有不同。你好像也跟史书上说的不一样。那是你没事吧？糟了，忘记有迷药了。今夜不入你的梦，晚安，夜静安。这是哪儿啊？是个男人。怎么穿着裙子啊？我的衣服。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清流言瓜，叫什么来着？微臣血剑，请陛下罢黜贵妃，以正朝纲。美极呀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不要看我！不要看我！
累啊，这不是梦吗？哎，风之离，别跑了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这可能是我的梦，我的梦由我做主。看好了啊，火来，火，嘿，嘿。师傅，师傅，风来，小心！你疯了你！怎么做梦那么疼啊？你别睡。还好是梦，还好是梦。我怎么在凤栖宫啊？昨天晚上不是……难道是因为我最近精神紧张、压力太大，才会做这种梦的？还有，我怎么老是梦到凤之离啊？起下来了。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他可是暴君，不能因为人家脸蛋长得帅了点，身世惨了点，就被人家撩到了吧？恋爱脑可是害死人的，不行。不过，他确实有点魅力，怪不得叶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。他撩的是叶锦惠，关我什么事？保命要紧，保命为上。昨夜出了点岔子，我还没来得及探查钱心，就仓皇破了梦境。昨夜钱心的梦里，他也出现了，但是从他的反应来看，他好像不知道这是钱心的梦，还当是自己在做梦。陛下，梦境与你如身轻力，一旦受伤，凶险万分。若贵妃真能随你一同入梦的话，还需多加提防，以免生变。他不是有歹心之人。风来，小心！这里的每个工具，每个藏品，都是他用心血所铸。做喜欢的事情，我想他大概率不会感到孤独。灵珊，你说，冥冥之中会不会有一个人，明明从未见过，但是相遇之后却又觉得好像从未离开过？陛下可知，你们一同入梦是如何办到的？昨夜你们相处，都做了些什么？起下来了。我能做什么？你不要瞎琢磨。朕自然会去试探他的。
马上好。干嘛？谢谢。看你今晚能否入梦。梦里为何没见到他？还是他还没睡？难道不是耳环？明天还要再试。看这个，给我的。嗯，这不是那天那个泥偶吗？对，还给我。啊？中邪了吧他？发什么疯？看来也不是泥偶，睡得这么香，还是没入梦。神经！这种工艺明朝竟然就有了，可惜好像没能流传下去。带回去。娘娘，国公府有您的家信。
家宴。看来上次朝中跟他吵架是没露馅儿，但这次回叶府，还特意让我请风之离一同赴宴。为什么？叶国公想干嘛？10载叶廷君为人忠直，3朝元老，搞好关系应该没坏处。陛下，想什么呢？陛下，臣妾近来想家，爹爹特地设了家宴，想问陛下能不能陪我一同前去？他不是叶锦惠，若在叶廷君面前露了端倪，恐保不会有危险。爱妃相邀，朕岂能服了你的意？谢陛下。朕倒要看看叶廷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明日赴国公府，吩咐务韦司暗中跟随，一同前往。是。爹，贵妃娘娘独得圣宠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爹吗？女儿知道错了。你是错了，但不在你有违孝悌、顶撞家尊，而是你忘了自己的本分。本分？我有啥本分？唉，为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女子为夫尊，为子纲，3年了。你独得圣宠，不要不断，为什么你这肚子到今天还没有半点动静？啥？你可知道你肩负着何等重任？血脉不传，皇嗣不继，如何能保大宁江山千秋万代？你这肚子如此不争气，真叫为父失望啊！3年都不成，怎么不怀疑是你安君不祥？把这个喝了。这是？这次多加了10味药，我找人算过了。今日正是你阴运之时，此时行事，最易有孕。太烫了，我等会儿再喝。趁热喝，喝完了为父陪你一同去见陛下。哎呀，快，趁热喝吧，快喝啊！放心吧，锦惠，这回啊，一定叫你安得龙胎。走，随为父去见陛下。放心个鬼啊！还知道找人算排卵期，这老头还真是又封建又科学。黄精牛尾，清炖甲鱼，杜仲猪腰。好家伙，这也太明显了，这不得补到流鼻血？这盛夏之时如此羹肴，是否过于滋养？陛下日理万机，忧心伤神，更该悉心将养。今日既是家宴，老臣舔称国丈，向陛下进言。陛下身为一国之主，龙脉绵续，方得千秋伟业呀！哎，今日良辰，陛下可否赏脸与老臣共饮一杯？不是，你真敢喝？那我今晚不是遭殃了？陛下还未用膳，岂不伤脾胃？
今日老臣私设家宴，未下邀帖，殿下持剑闯入，恐怕不妥吧？家宴，陛下是天子，纡尊下至臣宅本就不合礼制，况且不待亲随将安危抛诸脑后，是否太过儿戏？私闯国公宅邸，对朕言语指摘，如此有失皇家体面之举，才是儿戏。叶景惠，好一手狐媚计，竟把他哄得如此昏聩。凤之离，这杯酒我劝你别喝。殿下，陛下的名讳可是你随意直呼的，光是刚刚这一句，老臣就可以参你一桩大逆不道。够了！是啊，是啊，既然是家宴，公主殿下又是陛下的姐姐，不如坐下一起吃。那不然，陛下这杯酒我来喝吧，也好消除殿下的疑。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好，好得很，是我又多管闲事了。完了完了，仇恨值拉满了。这有了军功，行事更加肆意狂妄，看来留他不得了。陛下，都是老臣看护不周，这才……怎么，这良辰美景，宴席温馨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是老臣多虑了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坐下吧。谢陛下，陛下请。不能喝还装厉害，死臣可累死我了。陛下，您醒啦？刚才您醉得可厉害了，可把臣妾给累坏了。顺势而为罢了。今日若不宿在府中，怕是服了国公美意吧？原来陛下都知道啊。他通过你邀朕赴宴，若是万一出了点什么事，那爱妃这妖妃惑主的罪名，可就万万洗脱不清了。其实，陛下可以不来的。你邀朕，朕怎能不来？怎么回事？好热，这暴君也太会撩了。我俩到底谁是妖妃啊？不对，怎么了？气味不对，是何幻香？陛下，你没事吧？
你这是做什么？放血，能减轻药效。不至于吧？不对，他是皇帝，我是贵妃，怎么也算是合法夫妻。危机时刻互相帮忙也不过分啊。再说了，这可是宁安君啊，古往今来，哪个考古人能睡到真正的皇帝？我可太牛了。我们要不没听说过谁行完周公之礼脖子疼啊？娘娘，你醒了。碧桃，陛下呢？陛下一清早就与国公一道回宫上朝了。陛下走之前还特地吩咐奴婢，要奴婢好好伺候娘娘呢。啊，这是国公留给您的信件，说一定要在您回宫前亲自拆开。派我作证，长公主和叶明有一腿，还安排好了下朝后要去捉奸，捉什么奸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跟殿下通报一声。碧桃，你先回宫去吧。陛下不仅早朝来迟，不依正事，还如此轻浮亵玩，实在有失体统。朕向来如此，皇姐难道第一天才知道吗？殿下身为皇女，对陛下出言不逊，如此谏言，恐怕不能服众啊。由得你们每日忠君死谏，本宫说上两句还不逊上？怎么？难道本宫刚才所说，不是叶国公心中所想吗？你，好了，都不要再争执了。公主殿下，冯大人，知道公主殿下急匆匆的去见谁吗？谁啊？公主新收的面首，说是日日笙歌呀。这实在是……公主甚至把她养在了宫里，他们二人此刻正要去灵雨宫私会呢。内廷重地，岂容如此苟且之事？荒唐！公主虽然跋扈了些，又岂会为一个区区男宠表示皇权啊？丞相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诸位大人若是不信，咱们一观便知啊。不如去灵雨殿一观，若是浑言，也好还殿下一个公道才是。唉。
此言有理，诸位大人，请，请。公主殿下呢？殿下交代过，贵妃娘娘恕不接待，而且殿下已去早朝。娘娘若真有急事，何不入宫相见？那燕明公子呢？他可在府中？燕公子得公主召见，已入宫了。糟了，能不能改变长公主对我的印象，就看这次了。这是老天赏的机会，绝不能错过。哎呀，我倒要看看。赶上了，赶上了。不知诸位前来所为何事？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司天监灵善，都说他是大宁第一神棍，这看起来还真是仙风道骨啊。这灵雨殿乃是长公主内廷住处，不知灵善新官怎会在此啊？灵善承司天之职，来此观天补道。在公主殿内观天？是啊，这观天占星不都在夜里？这青天白日的，还虚掩殿门。大宁皇宫修建之时，不似前朝中轴对称而如星斗散落，这灵雨殿对应南斗第6星将星之位。自殿下得胜班师，星轨白日耀斗，我特意赶来方得算出，有公主殿下七杀作命，命格坐镇，是福泽大宁之兆。真行啊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灵善新官为大宁纳吉避祸，未曾有事。但此行若无圣上首肯，难免惹人非议。确有此事。灵善新官为大宁纳吉避祸，未曾有事。但此行若无圣上首肯，难免惹人非议。确有此事。今臣天象有异，是朕特派灵善来此处问天求卜。陛下英明。啊，我都说了，灵善新官从不妄言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真是福佑大宁啊！福佑大宁，福佑大宁，福佑大宁，福佑大宁啊！这燕明不愧是将来第一名相，手腕真是不一般。
贵妃娘娘，燕公子，此事有诈，你听我说。若娘娘所言非虚，燕某倒有一计。燕公子，请说。因我入宫的那天，已知我前往灵雨殿，我的行迹并未过多遮掩。若我只是离开，流言终不能化解，反恐让好事者抓住口实，造谣遐想。若想彻底堵住悠悠众口，灵雨殿不仅要有人，还得是一个特别之人。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这么短的时间，去哪儿找这个特别之人？燕某心中已有恰当人选，娘娘只需为在下准备纸和笔，再送去一个地方即可。此事险急，若那人不应允，只怕鸡飞蛋打。要不然，你还是直接跑吧。娘娘不必忧心，他一定会来。那便有劳娘娘。哎，燕公子，本宫还有个不情之请。娘娘放心，此事牵涉甚广，此间传信之举，在下定会为您保密。不是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保密。燕公子，请你一定要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的告诉长公主殿下，这次是我厉贵妃冒着生命危险，承受着与家父决裂的风险，也毅然决然的要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他，知道了吗？这……燕公子，这对我极为重要，拜托。好，在下知道了。殿下，想必燕公子一定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你了吧？所幸有惊无险，可以保住殿下的清明，也不枉费我这一路奔走。解释解释吧。今日之事是我爹叶国公一手策划的。这个老东西惯会使用些阿杂手段。我爹糊涂，可我不想与他同流合污。你素来狡猾上祸，我怎知你是否与叶廷君串通一气，以退为进？是我从前恶果累累，但是人贵知悔啊！我如今不仅是叶家女，更是大宁的厉贵妃，夫妻同心，我既心属于陛下，那就要想陛下之所想，护陛下之所亲。公主殿下是陛下的皇姐，那也就是我的皇姐。一则我不想再当叶家的棋子，二则我是真的崇敬殿下。果然是巧舌如簧，怪不得某人会被你迷得团团转。我这哪是巧舌如簧，我这都是肺腑之言。公主殿下骁勇，巾帼英雄谁人敢不敬？15岁从军，7岁翻越七灵山，3渡丹河江。好了，你倒是记得清楚。总之，我对殿下之心可昭日月。可昭日月，没见何时这样夸过我。好了好了，信你便是，算本宫成了你一个人情。谢谢殿下。他的事了结了，你呢？今日当着群臣的面为我扯谎遮掩，你怎么想的？你毕竟是公主，若是行差踏错，有损天家体面，还望公主殿下引以为戒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哦，当真如此？只是为了保皇家体面？好，就当如此吧。本宫谢过陛下。厉贵妃，我府上有从边城带回来的毛球，哪天你来取上一下？别哪天了，就今天吧。
那便改日吧。殿下慢走，早些休息。太好了，这下小命保住了。这多棒的茶杯啊！好薄的台词，多厉害的工艺啊！最主要，它是我跟长公主友谊缔结的见证。也不知何时，爱妃竟然有了这顺手牵羊的爱好。什么叫顺手牵羊？陛下是大宁的王，难道连一个小小的茶杯都不能给臣妾吗？过来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都对殿下起誓了，当然句句属实。那你说新月御战也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看不出这宁安居还是个纯爱战士，难道他真的喜欢丽贵妃？那你说说，你都喜欢朕什么？陛下眉目俊逸。陛下英气清俊，说真的，和殿下还真有几分相似。之前都没有好好看过公主殿下，今日仔细看来，生的真是完美。殿下，殿下，还以为你心悦的是长公主殿下。陛下，吃味了。陛下，陛下晚安。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与你相隔着几千万里，心泛起涟漪。我仰望天际，又低首叹息，孤单向深海游去。心动隔着宿命，怎么传递？他干嘛亲我？不对，皇帝亲贵妃天经地义，正常正常。他要是知道我已经不是叶景惠了，会怎么样？风之莲，你喜欢的到底是原来的丽贵妃，还是？完了啊！在酒里呢，来，干！怎么了？还剩俩？不地道啊！这才什么时候？还剩一个人？这儿，这边不行。还有呢，别着急，就来什么时候？哎，有什么玩意儿啊？来了。
这里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又做梦了？来，妹妹，咱们喝一杯。最近有好事儿是吧？这个精神啊！我这刚打海钱嘛。上次帮忙，你还真难办成。我赶一下啊！这些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怎么会梦到他？还复制粘贴那么多？实在抱歉。他长得不一样哎。爱郎，阿兰，我们都多久没见了？可想死我了。上一局近来事务繁忙。上一局，宫里的嬷嬷有时间我就来寻你了嘛。好，有心了。来，喝一杯。嬷嬷的黄昏恋，那男的是谁啊？这是好酒啊！这是桂花酿，皇后娘娘的最爱。这声音怎么这么像凤之离啊？可谁想过，中秋宫宴，皇后娘娘喝了一盏，竟中毒暴毙。爱郎，此事啊，无妨。主子说了，那毒源自东郊吴江。再好的太医来查，那也是疫病之症。先皇后，凤之离的生母是被人毒死的。你是如何知道皇后娘娘是中毒暴毙？你是何人？来人呐！你真的来了！来人呐！爱郎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跑什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凤之离？啊！你到底是谁？凤之离，快抓住他们！是。他看到我了，得赶紧离开。我怎么又梦到他了？娘娘，您醒了。上一局的松兰嬷嬷来给您送新衣了。娘娘万福。这新衣的花色很衬娘娘。上一局，难不成我昨天不是在做梦，而是见到了别人的梦里，还遇到了凤之离？可是，这可能吗？啊，真是可怜了松兰姑姑。听说今日早朝，陛下给她赐了婚，这不是折辱姑姑吗？她平日里最是严肃克己了，这年过半百，竟还要……难怪姑姑刚刚的脸色如此难看。赐婚？给谁赐婚？是不是一个名字里有一个“爱”字的？娘娘，您怎么知道？您果真是与陛下心有灵犀呢。是礼部尚书王爱伦王大人，听说王大人年过半百还未娶亲，私下里流连花丛，极是孟浪呢。这下可要遭罪了。他果然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娘娘您怎么了？陛下驾到！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想什么呢？在想潜心。潜心？爱妃突然想他做什么？就是觉得他长得
还怪俊俏的。陛下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儿天生丽质？果然，他知道。用过早膳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陛下，臣妾有些乏了，还想再休息一会儿。潜心？难道他猜到了？叶金安啊，叶金安，你是傻吗？现在才猜到。你真的来了？你真的来了？他早就预测到了我会进入到梦中，他一直都在试探我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入梦？是我穿越带来的异能，还是宁安君有异能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金安。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你还问这个？哎，凤之离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叶金辉。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拆穿我，还陪我演戏？娘娘，啊，娘娘，您怎么坐在地上？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魂不守舍的？碧桃，你觉得陛下待我和从前有何不同啊？原来您是在担心这个呀，娘娘，奴婢一直服侍您左右，看您那是再分明不过了。陛下近些日子待您的变化可谓是极大。你细说说。就拿赏赐来说吧，从前呢，陛下也常常赏赐，可总不过就是些衣裳啊、珠宝啊、外邦的贡品，虽人人艳羡，只是总让人觉得不费什么心思。现在呢，陛下鲜少再送金银，赐给您的反倒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上一回奴婢亲眼看见，陛下向吉公公讨要了他的鼻烟壶，还偷偷放在咱们殿前的台阶上呢。是谁放这儿的？色泽通透，一看就很值钱。还有啊，娘娘您喜欢赤脚踩在地上，可一理凉，转天陛下就命人在殿里铺满了狐绒的地毯。娘娘几日前随口说，先前的衣服虽华贵，穿起来却累赘不舒服。这几日上一局送来的新衣服都改了轻便的样式，所以说呀，陛下近些日子真是将娘娘的话放在了心尖上，是越来越宠娘娘了呢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你邀朕，朕怎能不来？风之烈，你没有拆穿我，是另有所图，想试探我，利用我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喜欢我？娘娘，您都已经3日未出寝殿了，是有什么不顺心吗？说给奴婢听听。陛下，
你已经躲了我3天了，究竟是何事让你忧心啊？先前你说想用酥油煮羊奶，配上云雾茶，我着人做了些，要不要尝尝？奶茶，还有刚做好的雪花酥饼呢。那我勉强尝尝。其实我今天是想跟你说，陛下急报，说太后娘娘已从碧霞寺起驾回宫，现已銮驾，已经快到永福殿了。什么？太后？这个太后在历史上记载不多，终于要见到真人了。太后娘娘回宫。母后回宫怎能不提前知会宫人？儿臣好叫他们准备仪仗。太后安好。哀家此去碧霞寺诵经礼佛，为的就是求皇嗣早诞。这阵子梦现龙角，想来这定是天泽大宁，龙胎有望，所以便匆匆回京。丽贵妃，臣妾在。你这肚子可有动静？专宠3年却无所出，这本分之事，到底还是懈怠了。母后一路辛苦了，还是先行安歇吧。不忙，这是哀家自寺中请回的莲华法药。丽贵妃，绵延皇嗣是你为妃之责，这几日以便抄上10卷，诚心盼请吧。莲华法药，著名的孤本残卷啊，让我尽情抄录，还有这好事儿。谢太后，臣妾这就去。往日让他诵经礼戒，他总是要闹上一通，怎么今日转了性子？安嬷嬷，奴才在。贵妃抄经辛苦，你亲自侍奉。是。母后，您身边缺不得人，丽贵妃那边儿臣自会亲自去。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的心思。作为皇帝，切勿沉溺于后宫琐事。还不随哀家进来？这太后怎么还派监考的？我当年赶论文都没这么熬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安好。夜已深了，安嬷嬷还不回永福殿伺候着？奴婢奉太后娘娘旨意。怎么，朕的旨意，安嬷嬷便不听了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退下了。慢着，经书还未抄完，拿去了也是徒增母后不快。等贵妃娘娘抄完了，朕会着人送去。
是。我去找人烧掉。烧掉干嘛？我抄了半宿的。你这字比他好看100倍，要是真让太后娘娘看到了，你该怎么解释？陛下，你是不是？是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不是叶锦惠，你叫叶金安。我们在梦里见过不止一次，你是第一个能随我入梦的人。竟然是真的！你真的能入梦？我知道了你这么大的秘密，你不会杀我灭口吧？你我朝夕相处，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？不算坏人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伤害你，你相信吗？君无戏言。君无戏言。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要紧的事呢，就比如我对你的心意。那你娘娘，这是这个是竹蜻蜓，像这样一搓就能飞出去，你试试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娘娘请安。他们是谁啊？娘娘，您忘了3个月前的选妃大典，您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陛下疼您，所以才将此事推迟了。秀女们现在还住在听芳院呢。选秀，宫女，她要选妃啊？陛下，又在鼓捣什么新鲜玩意呢？竹蜻蜓。竹蜻蜓？你不高兴啊？没有，这个我就做了一只，你还给我。我拿这个跟你换，可行？夷陵堂吉。可换？换。我这桩买卖是不是亏了？不行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我再给你做一只。不，10只。100只。陛下英明神武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跟我换嘛，跟我换嘛。那算了。那100只就100只，100只啊，那我考虑考虑。换嘛，给我换吧，陛下，给我。你够到就给你。给我，你说好给我的。给我100只，够到就给你。我够不着，你给我嘛。那不怪我。好，你给我，给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心。心？在我的故乡，可以用工具看到人类脏器的形状，这个就是心的轮廓。为何做这个？因为心之所想便是心意，人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心脏，不可或缺。我可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好刻才刻这个的。你要是喜欢，你就拿去，
我喜欢。从这边开始。这样。那边。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期盼你回应无法说出的秘密。如此，便是交换心意，可对？你是天空的云，我是海底的鱼。好了，陛下的愿望我也完成了，那夷陵唐籍可归我了。比起陛下，我更希望你能叫我的名字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，我们之间可以自在一点。风之离，风之离，叶静安。心动隔着宿命，怎么传递？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走水了！不好了，清风院走水了！放肆！你说自己怀的是龙嗣？是。你可知，你若欺君，便是千刀万剐的死罪。臣女知道，臣女家教严明，恪守安良恭顺。若不是蒙了圣恩，臣女万万不敢逾矩，更不敢将九族安危置之脑后。朕都未曾见过你，胆敢口出妄言，污蔑于朕。2个月前，陛下酒醉于廷芳院，是臣女彻夜照顾陛下。皇帝，可有此事？嬷嬷，太后刚下人传话。5月初5，端阳祭礼，皇帝醉酒宿在了听方院。当日当值的宫人17人都能证实。臣女福薄，不敢奢求名分，更无意让家族蒙羞，让陛下忧心。谁料今日廷芳院突然大火，你能死里逃生，想来是天佑龙胎。母后，他腹中到底是何人血脉？现在下定论，恐怕尚早。入宫的秀女都是验过身子的，听方院里别说是男人，就是内侍也不得出入。这孩子还能是谁的？
臣女惶恐，唯愿陛下和太后恩典。臣女愿求一死，以表清白。你威胁朕？臣妾身体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。皇帝，孰轻孰重，你可清楚？先起来吧，走吧。哀家日夜礼佛，为大宁叩求皇嗣免演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。虽不合宫规，但到底也算是一桩好事。文氏，臣女在。哀家今日破例擢封你为昭仪，赐号惠，往后在宫里啊，要安分守己，安心养胎。谢太后。乌韦司已经查明，火是从屋外放的，此计凶险。幕后之人是把文清渊的命也给堵上。能在宫中瞒天过海，不留痕迹的设计，陛下，这幕后之人的心智手段很不一般，只是不知他的目的为何。纵火之人已死，文清渊家世清白，一门清流，没有丝毫破绽。如此，突破口唯有这新封的惠州仪了。臣女参见陛下。把头抬起来。又在整理你那些小破烂啊？昨夜我去流光阁，其实是……陛下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想跟您请示，允许臣妾出宫游历。游历？你要出宫？为何？既然你误会了，我已经查清了，端午那日是有人往宴会酒里放了药。她本是秀女，就是奔着入宫封妃而来。她能险中求子是她自己的本事，陛下，你不必和我解释。我跟她毫无瓜葛，她腹中的孩子也不是我的。你不信我？我信。那你即便我信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已身怀龙胎，太后信，天下人信。他已封号昭仪，这是事实。你昨夜留宿流光阁也是事实。我昨夜去流光阁，陛下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文清渊。我不明白。你是陛下，而我只是你后宫妃嫔妻妾中的一员，就算没有文清渊，以后还会有其他人。可我心中只你一人。从前父王宫中亦有妃嫔，或是为制衡势力，或是为边境和睦，不过只是尽帝王之责。可他所爱之人唯有娘亲，可那不是夫妻。我要的是一人同心，白首不移，你明白吗？
一心一意，一生只一人。我的心爱之人不能和任何人分享，就算只有名分也不行。别走。哀家的话你可听见？皇帝，大圣的韩王有意迎娶昭明为王妃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大圣不过一个边陲部落，韩王年过花甲，他恬敢开口要迎娶大宁的长公主。若非昭明对婚事一拖再拖，又岂会至这般尴尬的境地？他已念之念我，再不完婚，我大宁的天家威严何在？皇姐平定边关之乱，于大宁有不世之功，此时强逼他和亲，恐有伤民心。昭明一个女儿身，却偏偏要上战场舞刀弄枪，这才把心都舞乱了。若他能下嫁大圣，边境永安，也不失为一桩佳话。况且那韩王对他也是真心的敬重，王妃之位也不算亏待。可那大圣韩王早已有数十名王妃，皇姐堂堂长公主之尊，岂不太过委屈？身为天家皇子，许多事本就不能自主，哪容得他委屈？人家的请婚聘书已经到了，若此事没有个交代，恐两境交恶。儿臣心中有数，儿臣尚有要事，先告退了。你说是来陪我，10天当中有8天都在躺着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请个太医来给你瞧瞧了。殿下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想不明白，叫殿下有什么用？那殿下的事情呢？解决了吗？你且等着看就是了。殿下，大圣韩王派人城里。退下吧。是。城里？聘礼啊？这怎么说也是个韩王啊，这聘礼怎么就这么点？什么聘礼啊？这是老韩王的人头，想看看吗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但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呼延彻是左部藩王，他野心很大，只等一个机会。现下，大圣也到了换王的时机了。我和他打过交道，这事我亲自去办。你和他，我会给他一个交代。所以你跟呼延彻做了个交易，帮他上位，另立新主。他们不是求着边境安宁吗？
呼延彻答应上贡结邦，两国至少安宁30年。我15岁上战场，为大宁立下的战功不知其数，但纵使如此，我仍无法自主婚约，只因我是天家女儿。她也一样。我们自小生活在高墙之中，规矩森严，但又是和气有幸。父皇和娘亲是同心相许。可先皇也有其他嫔妃，他们苦守冷宫，何其寂寞。天子无上尊贵，但与其相应的桎梏就会更加繁重。但父皇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抗争，在皇家想要一心，可太难了。但若是心间，总能搏一搏的。世间哪有什么绝对的事呢？你问问自己的心，可愿就这样放弃？殿下，贵妃娘娘，不好了！宫内惊变，陛下遇刺，圣宫垂危。什么？当真？乌韦斯传来的消息，属下不敢妄言。不打紧吧，皇帝？无碍，母后。众爱卿也都看到了。会昭仪文氏陪侍，朕特遣3守卫，却不料被他行刺。朕思及龙嗣，特宽恕他一命。那毒妇却未遂自尽。朕已命灵善新官卜卦问疾，得验此乃凶兆。天降神谕，5年之内后宫不纳，若有违，恐有血光之灾。或许有些内情，我看是很有可能。这会昭仪正当隆恩，如何会冒此大险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天子寝宫，人赃并获，哪有误会？刺伤圣躯可是诛9族的大罪，这蛇蝎妇人也算是恶有恶报。那毒妇固然不可原谅，但皇嗣又何辜啊？好了，病榻前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？时候不早了，都退下吧，让皇帝好好歇息。凤之离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还什么暴君呢？装的那么厉害，现在被一个弱女子欺负成这样。你怎么还哭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如果你真的就这样走了，再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再也没有人叫我叶心安了。
不想我们之间嫌隙再深，所以才想尽快了结此事。今夜之事，是为了让文清渊诈死脱生做的一棋。假死？文清渊入宫封了昭仪，只有此法才能堵住宗室百官之口，也能一劳永逸，绝了后宫之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那日留宿流光阁，其实是对文清渊用了入梦的法子。我想查探出他背后指使之人派他入宫到底是何目的，却探出文清渊有个情郎。什么？桃花映柳，鸢尾沾春。文清渊，柳玉书。陛下，好文采。不过臣女不知柳玉书是何意。柳玉书不是你腹中孩子的生父吗？柳州文氏世代三英，怎么忍得了你与情郎私相授受，还珠胎暗结？此事暴露，有人用柳玉书的性命要挟你入宫。不是这样的。说，你背后之人是谁？你们到底有何目的？那人敢在听芳院外放火，就证明他根本不把你的性命放在眼里。你还当真以为柳玉书还能平安活在世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想他活，只有一个方式。朕的耐心不多。陛下，臣女愿如实相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静安，对不起，从前是我未能体谅你的忧虑，是我之过。我生在皇家，父母恩爱融洽，我便以为那就是好的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心上人不能分享。什么规矩礼制，我本也不认。即便我信你，真心不疑，但你是皇上，天家制度，自古难越。静安，你常说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认识你是谁，我亦如此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是皇帝，可我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是凤之离。我想了解你更多，我想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你来自哪里。我虽然不知道大宁离你的故乡有多远，但在这里，我愿做你的故人。静安，我答应你，日后绝不再有人入后宫。等我了却了心中之事，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了。我陪你一起游历人间，做最平凡的夫妻，但求一心，白首不移。
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就是觉得很神奇。我千年后研究过的人，现在就在我的眼前。研究？这是何意啊？你不是好奇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，在那个时代，你、大宁朝都已经成为了历史。而我的工作呢，就是探寻历史，还原真实。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养母，是她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。她却在工作中因公殉职。那你说说后世是如何评我的？后世说，宁安君是赫赫有名的暴君，称得上是遗臭万年。他最好摸人脑袋，常常换一排人上朝，然后挨个摸人头顶，挑一个最合心意的砍下来把玩。这么一传，着实害人了些。遗臭万年不远。你又没有滥杀无辜，他们都是乱说的。这么信我？眼见为实。我要是没有穿越过来，我也不知道你摸人头颅的缘由，是为了入别人的梦啊。对了，你为什么可以入梦？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吗？娘亲死后，这能力意外萌生。大概是我太想她了吧，能进入梦里见上一面也是好的。都过去了。时过境迁，真真假假。这么看来，这历史上最公正的史书，也无法还原真实。此话何解啊10载，我厉贵妃于宁安13年，亡于自己的生辰宴，死于长公主之手。这也太荒唐了！皇姐杀你做什么？我以前也是忧心，现在想，兴许是笔误，或是以讹传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对了，我本想着此番事了，就去公主府接你回来。这是我从娘亲那里学来，赠与心念之人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你娘亲教你的？只是许久未编，有些生疏了。末尾这里编错了，应该先右上，再左下，这样打出来的形状才漂亮。心安，这绳结的编法是我教给老师的，是我送给老师的礼物。娘亲的名讳被禁止载于史书之中，一直以来未有人敢提起。她叫舒敏和。舒敏和，凤之凡，凤之力。他知道自己无法被历史记载，所以就将自己的名字拆开，放在了你们的名字之中。我真是太傻了，原来谜底就在谜面之中。我说怎么初见你时便觉得熟悉呢？原来我早在娘亲口中与你见过千百回了。老师向你提起过我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明明身份尊崇，所盼皆得，可娘亲却时常显得孤寂。
我那时候不明白，便时常缠着他问。娘亲只是一遍一遍地编着这个花绳，给我不断讲一个女孩的故事。娘亲常说，她孑然一身来到这里，可她知道，她并不是一无所有。那孩子在想她。当月亮映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。娘亲常说，五彩绳结寓意着吉祥平安，要送给心中最真实之人。自我第一次从娘亲口中得知你的存在时，我就一直在等待。我相信你存在在这世上。静安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久等我，风之旅。久等了。老奴确信，贵妃娘娘的笔迹和出阁之前的笔迹已是天壤之别。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笔迹与以前大不相同。如此说来，上次恢复时他的言行举止确实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若非异端入体，又如何解释这些反常？我早该将他们都杀了。若这注定是他的命，就别怪我心狠。陛下，昨夜尚书府满门被灭，属下在府中找到了这个。驻颜术，日饮桂花酿，辅南竹花为饮。你速善至香，看看此方子有何玄机。禀陛下，这是一剂毒方，看似美味药材十分安全，搭配在一起并不冲突。问题就出在这药引之上。此花为乌江圣花，香气凌人，花期阶段盛开之时便近死亡，荣枯不过转瞬。娘。娘，娘，以它为药引，服用者日渐自容焕发，犹如芙蓉花开，少女回春。是，中了此毒之人有一特色，死亡时人面腐化，窗口肉咪咪之化，整个尸身爆发出一股异香。即便在乌江，也是一花难求，所以中了此毒之人暴毙而亡，根本查不出原因，只能诊作瘟疫血迹。
金安，我很想他。你入了那么多大臣的梦，在他们的梦里，你就没有见过他吗？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在我和老师的故乡，他已经故去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被时间推到了这里。也许，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你想他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月亮，星云照旭，月照古人，月亮是不会变的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家。娘亲的故乡，此时也该是明月高悬吧。娘亲，你这么想家，怎么不回去看看呢？有你在，娘亲哪也不去。娘亲会永远陪着你。娘亲这一生，从不与人交恶。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仁慈良善之人。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人会害她，还用了如此残忍下作的手段。往后的困难和险境，我们一起面对，我们一起查，还老师一个真相。哎，这么大的场面，怎么不见太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？哎，太后所爱喜静，日日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怎么会来这儿？殿下自不必说了，谁人不知他视这位为眼中钉？陛下早早便将殿下支去赤云营训兵去了。陛下驾到，贵妃娘娘驾到。陛下万安，恭祝贵妃娘娘生辰，娘娘心安万福，吉乐绵长。都落座吧。谢陛下。莺歌燕舞，想来诸位早已看惯。今日便整点新奇的节目，给大家瞧瞧。女子演奏破阵曲，自开朝以来，仅有过一次。不是偶然，这一切与当年那场中秋公宴别无二致啊！荒唐！战歌岂是女子所奏得的吗？只不过是奏个曲子，怎么引得国公大人如此大动肝火？谁说女子奏乐只能叹温香软语？今日是爱妃的生辰，这大好日子何必动怒？来，赐青州新贡的桂花酿给国公尝尝，消消火气。
叶国公怎么不喝呀？这本就是一场鸿门宴，这断肠毒酒，老夫怕是无福消受。果真是你。是我。陛下既已查明，老夫也不屑辩驳。当年这中秋宫宴，这花这酒，便是送舒敏和魂归的功臣。母后仁慈，不涉权斗，不争名利，你为何害他？既然陛下不知缘由，那老夫就来告诉你，他看似未有作为，先帝却为他破了祖制，要凭阶级废奴制，说妇人应与男子一同习书，君臣之间罔顾等级，不必行礼，这岂不荒唐？天下一体，本应不分彼此，休戚与共。他到底何错之有？他是假慈悲。从此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这异端邪说只凭感情用事，可曾想过理智废天下乱？他是异端毒瘤，死不足惜。闭嘴！叶挺君，你全盘承认戕害朕的生母，你可知这是必死大罪？陛下，你杀了我无妨，但你可知是谁精心谋划了此事？是我们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为了社稷朝纲，决意抹杀异端清君侧。先帝维护异端，只好暗中行事。他要死得无声无息、无知无觉，唯有徐徐图之。微臣敬皇后娘娘。此事一人难，众人易。行事隐秘，用量微末，却能无孔不入。先帝至死也未能想到，毒杀舒敏和的最后一环是由他来完成的。如此一日日，一年年，每个人都在翘首以盼他的死期。大宁的灾祸除了。这里，老夫为大宁筹谋一生，只是未曾预料，有一天这异端竟然降生到我叶家。异端？还有异端？难不成？没错，她已经不是我叶家的女儿，早已被异端侵入身体。她就是维护大宁的祸端。笑话！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？就凭老夫敢死赴宴，隐名正身。今日我便是身死，来日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如同当年一样，誓死抹杀异端。公公，来日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如同当年一样，誓死抹杀异端。公公大人，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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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公殉道，是异端将国公逼死的。胡说啊！陛下，还为此等害了国公啊！就是逼死咱们的国体注释，早日诛杀此妖大人，你难道不该偿还吗？先皇后慈爱、良善，他就因为背上了异端的名号，就活该无辜去死吗？你们都摸着自己的心口问问自己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究竟是为了维护大宁，还是为了维护自己？维护自己？好一个维护自己！国公他为大宁呕心沥血，虽死不悔。而你呢，一个妖妇，竟对他妄言侮辱，果真是异端附身，大逆不道！诸位，可知谶言？异端将，大宁亡啊！国政是逼死呀！我大宁不想这样是早该除掉。放肆！陛下，到了此时，你还要袒护这异端吗？陛下圣明，为保大宁江山，请您赐死妖妃，今明行之。请陛下赐死妖妃，今明行之。魏明，臣在。你15岁进入骠骑营，16岁进入叶家军，你是叶国公的亲信门徒。是。叶国公以死正道，正的是师徒父子纲常为先。你如此拥戴，怎敢甜言苟活？朕说的可对？乌韦斯，在。叶国公于丽贵妃生辰宴上血溅上奏，指认数十贪腐佞党。朕感念其忠义，不负其望，定将奸佞之辈尽数铲除。方之礼，你这无可救药的昏君，去死吧！秦安，秦安，太医，薛太医。原来李氏是躲不过的。太医呢？都死了吗？
如何？臣无能。贵妃娘娘气息平稳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不知为何昏睡。昏睡，梦中。秦安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来看老师，他葬在能看到日出的地方。娘亲，他夏目出事那天，我还和他吵了架。他是不是怨我，所以不要我了？不是的，他一直都很记挂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，会落得这种下场？风之恋，我不喜欢大宁了。我穿越到大宁其实挺害怕的，黄泉、深宫，规矩那么多。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和同事了。本来我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老师，可他却……所以呢？所以你害怕了，害怕大宁了。秦安，秦安，秦安。那些不容你的，我去便是。娘娘，您醒了，奴婢这就去喊太医。那日您并未伤到要害，只是脑部受创，九死一生，幸得娘娘您吉人天相，差之毫厘，性命无虞，只需按时服药，不日便可痊愈。原来我那时候摸到的，竟然是我自己的颅骨。
碧棠，陛下呢？怎么没见他人啊？陛下他……陛下人呢？你慌什么？陛下怎么了？陛下人呢？你慌什么？陛下怎么了？3780刀。朕观爱卿这体魄，分3日，每日刮1000刀。可肉太少了，恐夜里凉。要不要朕给你送个暖炉烤烤？求陛下给我个痛快！我都知道当今名单还有他们做的坏事，都藏在外宅。那朕便赏你去新武门，跟你的同僚作伴。凤之琳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贵妃娘娘，你不能进。送他回去。是，娘娘得罪了。娘娘，凤之琳，娘娘不走，凤之琳，凤之琳，你在干什么？凤之琳，凤之琳，凤之琳。叶国公以死明谏，共交佞臣名单，生辰宴上刺客报复，令您重伤。陛下一怒之下，在您昏迷的这几日大开杀戒，残杀朝中大臣数十，选手侍于新武门。宁安13年，丽贵妃死于生辰宴，宁安君暴怒，城门之下斩杀朝官数十，血流成河。事成生辰宴惊变，历史，原来历史一直都没有改变。这场生辰宴是我和凤之琳一手策划的，原来这场历史的主谋是我。是我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他。我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。不。凤之琳，你别过来。凤之琳，凤之琳，是我。黄河鞋子行秀海，奔流如云天。你看到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是。所以你害怕了，害怕大宁，还有我。少年曾出长安道，寂静如荒原。是，我害怕。怕你想不开，我怕你因为吴用之该死的人失了分寸，伤了自己，怕你妄自菲薄，推开我不要我。
秦安，老师在天有灵，会得到安息的。别再惩罚自己。往后也还有我。秦安。秦安，我绝不会让你像娘亲那样。这些古卷，就算是在大宁朝也很难集齐的。你是怎么搞到手的？知道稀奇，你就赶紧看一看吧。陛下真好，多谢陛下。还有什么想要的？宣朕失传的彩宣，撒上金箔的。德政的玉白瓷，最好是双耳屏的那种，据说啊，存量少得可怜。还有，大宁前阵子刚出土的相面龙纹鼎。鼎不行，鼎太重了，你带不走。啊，我是随口说说的。不管多轻多重，我都带不走。有些话你可以随口说说，但我却不能不记得。净说些好听的话哄我开心，那我还觉得你身上这件龙袍的花纹还挺好看的。你干什么？我开玩笑的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我只要你。凤之离，怎么回事？凤之离，你锁门干什么呀？凤之离！不对劲，凤之离，你放我出去！凤之离，
这几日我在地宫中翻遍娘亲遗物，在深处找到了这个。师父当年推算所得，七星连珠，天狗吞月，或有机缘，可穿越天机星辰。那他为何没走？他如果当年走了的话，那他就不会。灵山，你告诉我，他明明他可以躲过那些灾祸的，他可以回到过土，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啊？师父走时却曾说过，是夫人自己选择留下的。他说：“此心安处，事无相。”有你在，娘亲哪儿也不去。娘亲会永远陪着你。是我害死了娘亲。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会落得这种下场？风之灵，我不喜欢大宁了。够了，我不能让他也后悔。够了，我不能让他也后悔。陛下，卷轴中的伏羲地找到了。陛下，娘娘已经有2日未进食水了，求您快去看看她吧。风之力，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你重病未愈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风之力，你囚禁我。坐下。权宜之计，你且再忍1日。明日，你就可以离开，回家了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叶国公府吗？回1000年后你的来处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就送你回去。荒谬！穿越时空，跨越1000年，你说回去就能回去？我自有办法。风之力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后悔了。什么？当年我留下母亲，可最后呢，是我强留害死了她。这里本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，你们本应抛开一切，离开这里。是我私心强留，才让你们立于危墙之下，险象环生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生是死，我都愿意承担。可我不愿意，我已经害死了娘亲，
难道如今还让我害死你吗？如今的情形已经跟之前不同了，叶庭娟已经死了。啊，没什么不同。杀了他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石室。一人可杀，众人皆可杀。可是金安，你告诉我，纵使我是万民之主，我又如何能对抗这石室？啊！我已命史官记载，厉贵妃于宁安13年触怒长公主，暴毙于生辰宴上。日后大宁再无厉贵妃一事。明日我便送你回家。宁安13年，厉贵妃死于生辰宴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历史到底有没有改变？我回来了。宁安13年，宁安郡卒于凤栖宫大火。凤之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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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啊！凤之离，放下来！我不管你说的什么这个月亮那个月亮，总之我就是不走，我死都不要离开你。凤之离，我不能走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我不能。没关系，历史改变不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来过，我就已经感念余生了。回去之后，不要忘记我。凤之离，我不走。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这油盐不进的胆小鬼，你专制独裁，你自以为是，我恨死你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只要你还记得我，便是恨我，也是好的。就算你把我弄回去了，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给我等着，凤之离，不要！天地昏明，红月高悬，吉时吉至，错过今次，就要再等100年。对不起，静安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
黄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先跟我走。黄姐，你为何会去伏羲庙？金安给我传了字条，说涉世娘亲的身世，让我今日跟踪你。你真当我不知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调查娘亲的案子。生辰宴上，叶国公血溅当场，10余位辅国大臣被枭首示众。你日日泡在念心阁，打探什么七星连珠、天狗吞月。傻孩子，你不懂娘亲。她其实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娘，芳儿，不要难过，你和弟弟一定要相互扶持，互相爱护。娘，你别走。小公主，娘亲从来没有后悔过来到这里，有你和知弟，我和知子。我如草籽，飞洒于原野。我将死于野火，静候春归。可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在病榻中梦呓说她小贵家，她虽无怨尤，可她不曾后悔吗？你这么想，才是真的看清她了。在大宁，有你，有殿下，有先皇，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他守着珍重之人，为心而活，又怎么会后悔呢？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对不起，傻子。灵珊。殿下受伤了，可是伏羲庙出了什么岔子？是伏击，
所谓穿越天机的法门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。这穿越天机之法，是仙师当年偶然所得的一本古籍中所在。物语大师，偶然所得，我看未必。该是有人刻意安排，为的就是引娘亲入局。但夫人最终选择留下，反倒避开此祸。是小离牵绊了他，也救下了他。可那帮人还是不知足，害死了娘亲，如今又依法炮制，想要害死小丽和金安。可如今叶庭君已死，幕后之人还会有谁？废话！皇帝长大了，终究是等不及了。你去趟桃山，告诉他们，准备动手吧。是。那本古籍长什么样子？你可还记得？它就是寻常的样子，实在没什么特别，记不清了。可是这本，我要大婚了。大宁朝的规矩，公主皇子最迟念武大婚。明年立春，便是我25岁生辰。灵珊，这些年我与你的攀缠纠结，到底是有期限的。你以后别再送我桂花糕了。为何？我父皇说了，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有所偏爱。我偏爱桂花糕，梅花糕和梨花糕就会觉得不公。我以后便不会再吃桂花糕了。这是我的第一枚玉舍，是我最珍爱之物，要送给最珍爱之人。殿下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若偏爱一物，他物会觉得不公，人也是如此。陛下再点拨你。我觉得父皇说的不对，不爱一物，如何爱万物？不爱一人，如何爱万民？既然是本公主送你的东西，你收下便是。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无限期的陪你消磨下去。如今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究竟作何想法？夜深了，公主早先回去歇息吧。
聂心阁的古卷全都翻遍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难道我们猜错了？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昨夜，我梦见我师父了。师父在太后册封当晚作画，临终前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微尘动，明镜碎，阴霭起，必朝阳。”如今想来，微尘动，明镜碎，不正是你入梦破梦之句？阴霭起，必朝阳，却与太后册封、少帝登基有所关联。古卷上并未记载太后和乌月有什么关系。必朝阳，听起来颇有微词。难不成这古籍圈套与太后有关？总归是条线索，是与不是，一试便知。母后，这么晚，皇帝怎么来了？儿臣给您送来了安神汤。母后，您常年在碧霞寺礼佛诵经，想来儿臣也不曾服侍在您身侧，今日有空，特来陪陪母后。你有心了。我来为母后梳头。母后，您发丝都白了。老了。母后，您就在宫中安心静养，朕定会晨昏定省，孝敬百年。怎么样，入梦了吗？没有入梦。想来，若是入梦对象心智刚强冷硬，更胜于陛下，则陛下难于入对方的梦中。太后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怎么办？需寻得对方心智动摇之机。陛下以往故作暴虐，也是为了惊吓那些大臣，惊惧之下心智动摇，方才更易入梦。可是，太后会怕什么呢？师父他怎会知晓太后的软肋？穿越天机之法，毕竟是乌玉大师献给娘亲的，想必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可师父他一介方外之人，怎会涉足后宫之事？是不是打开墓穴不就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个我是专业的。墓呢？就在此地。啊！不立坟冢，不留铭文，这便是我们的传承。太后册封当日，乌玉大师为何提出那番提点？他若毫不知情，又为何在册封当日离世？他内心不安，才会露出破绽。人总喜欢把秘密带进棺材里。对于此事，这也许是一种缄默；然而对于后世，这是证据，是线索。人死后，墓穴会帮助墓主
拼凑出他的生平。乌鱼大师，得罪得罪。师傅，竟然有个孩子！什么叫动情生育之际，便尽无间幽冥啊？离热星官，你们这门功夫是不能动情生育的。我之前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你这是，黄姐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派暗卫进行查探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禀陛下，属下前日奉命前去太后娘娘每年诵经祈福的碧霞寺查探。据寺中住持所说，娘娘在殿内供了一个婴儿牌位，其名为梁允。梁允，这不正是乌玉大师信中提到的那个被生母手刃的孩子？这么劲爆！孩子。太后为人精明谨慎，衣食住行皆无从下手，但每日睡前必会礼佛抄经。我已命人在她墨中加了一些致幻香，分量不多，待到就寝时，恰能生效。9月是闹猫的时候，我令乌尾司暗卫找来许多狸奴，带着永福殿外。夜半时，狸奴叫声正如小儿啼哭。来人！门口的侍女直接用迷香迷晕，倒是太后唤人，无人应答。来人，都死了不成？如此一夜，定能破其心防。母后脸色不好，叫太医来请过脉了没有？就是有点头疼罢了。不碍事，儿臣帮您按摩一下穴位。姐姐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两位殿下年纪尚幼，还需要姐姐照顾。这没什么不吉利的，人总是要死的。哎，风之翼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里是太后的梦境，假如她看到你的脸，这个梦境就坍塌了。你也太莽撞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他，从来没有。等小丽长大，你替我把这个交给她。她年纪还小，也没有小凡坚强。我怕我死以后，这孩子走错了路。男女有别，朝宜深夜前来臣子居所，并不合适吧？事关立储大事，这是义国公和太后，本宫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立储，圣上唯有一子，乃皇后中宫嫡出，这储位之事，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圣上与姐姐有一子不假，可是他们还有一女。荒唐！这天下间岂有聘姬私臣、阴阳倒置之事？皇后这是要令公主上位登基？我也劝过陛下和姐姐，可我只是一介妇人，怎好干政？这些国事还得仰赖国公大人这等肱骨重臣。哼，
舒氏这些谋略心胸，还是没有的好。若女子人人都有这般做派，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？说来，陛下与姐姐正在推行新政，举办女子乡学呢。这日后想来是要能人辈出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此次诛灭暴君凤之离，扬其卿家，功不可没。赏。谢太后。凤之离，护符，护符。谁在朝堂上喧哗？谁呀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一直不敢抬头？快打碎啊！凤之离，你没死！杀了他！快，杀了他！杀！3日后中秋，是我娘亲的忌日。我欲请太后娘娘亲率宗室，百官祈福，素斋3日，以表哀思。先帝的忌日也没有这样的阵仗，先皇后再尊贵，也越不过先帝。这样的铺张破例，恐留人口实啊。当年的立储风波，太后娘娘也是这样劝诫叶国公的吧？当年的立储之事，哀家可是站在陛下这边的。陛下如今稳坐帝位，不要纠结过往的枝节。叶国公已死，哀家听说了，叶国公是为大义而死，悲兮壮兮。那是骗天下人的。叶国公其实是被我用毒酒镇杀的。他因为当年听信了太后娘娘的几句谏言，对我母亲心怀怨恨，伙同内外大臣数十人毒杀母后。竟有此事！我当年劝谏叶国公，只是为了支持陛下登基，没想到他竟会将矛头对准姐姐，也是我无意之举，害了姐姐。果真是无意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17岁和先皇后相识，在宫闱州携手走到最后，
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这一点，我倒是丝毫不怀疑。他临终前是不是还交给你一样东西？是，姐姐给了我一封信。还给我。时隔日久，我要找找。外面在闹时议，在找到信之前，太后娘娘还是先不要随意进出宫闱。陛下是要软禁我？不，我是孝敬您。您就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有何不好？3日之后就是中秋，也是你母亲的忌辰，到时来找我，我把信给你。不对劲，难道那夜的梦是真的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皇帝每动手杀人，可有什么反常之举？陛下性情无状，何时杀人，杀什么人，似乎并无定数，常常会让一群人跪在他面前，挨个摸过他们的脑袋，看谁不顺心便杀了谁。不对，并非如此。他并非想杀人才摸人的脑袋，而是摸过脑袋才知道该杀什么人。我仿佛记得物语星官送我的书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入人梦中的奇闻。去把我那口盛书的箱子取来。还有这个袖剑，你拿好。不行，要不你在衣服里再加一个锁子甲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不要轻敌，我跟你讲，明日便是中秋了，你上完朝乖乖给我回来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别看太后是个老太太，万一她还有后手，给你整个火烧皇宫。不会再有后手了，已经查出来了。桃山那边呢，确实有一批屯兵，驻守军官就叫杨琦，是太后当年的旧部。今日我便去带兵围剿。那就劳烦皇姐了。好了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你呢，就安心跟皇姐在这儿聊聊天，等我下朝回来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等我。行了，再看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太后谋划了那么久，她就这样甘心认输吗？阿姐，若你是太后，你会甘心这样坐以待毙，还是会干脆发起兵变呢？太后向来谋定而后动，现在出手已然失了先机，城内已经被我的军队控制住。但若是我必要等一个良机。那如若你的军队全部都前往了桃山，太后会这样甘心被你们软禁在宫中，绞杀她的党羽，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吗？莫非桃山屯兵是调虎离山之计？皇姐，你今日不能带兵围剿桃山，主力军队得留下，
守住皇城。那桃山那边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单枪匹马能做什么？桃山前往皇城，是不是有一条必经之路，叫一线峡？不错，从桃山入京城，若不横穿一线峡，便要向东绕过九湾江，至少要耽误2日的时间。那我便有数了。皇姐，你安心守卫皇城，燕明公子借我一用。好。厉贵妃，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一线峡两侧的山下，藏着数万斤火药，只要找准位置，一炸。发现了疑似石油痕迹。采样封存，回实验室验证一下。竟然是真的，古代真的有石油啊！中国使用石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就出现过。宁安13年，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，据说两侧山体倒塌，堵出了桃山前往皇城的官道。老师怀疑是人为爆炸。有人选择了绝佳的爆炸地点，引爆了石油脉矿，山体内的天然气发生了剧烈反应，从而导致山体倒塌。发现疑似引爆点，竟然快过来拍照记录一下！哎，来了！就这儿。一会儿，我们就把这火药捻拉长，在外面点燃就可以了。搞定。东临曲水，西分桃山，深通山体内部，确实是个绝佳的引爆地点。我得走了。现在？等炸完山，确定山路被封上再走吧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回皇宫。明日便是中秋了，我得陪在他身边。那我护送您回去。成功了。这条路一堵，桃山的屯兵明日必到不了京城。无论如何，先度过明日再说。明日之后，再让阿锦慢慢收拾他们。走。东西呢？可以撤走我院中的守卫了吧？你害我生母，留你一命，已算仁慈。今后，就请太后娘娘在永福殿了此残生，为先皇后诵经祈福，忏疾悔过吧。留我一命，好孩子。姐姐，你的这个儿子呀，和你真是一模一样，天真、重情、作茧自缚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。现在，你们都死了，你们的儿子
也要下去陪你们。今晚都清醒点，不许睡。是。戒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切好像都改变了，又好像都没有改变。难道我们注定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吗？当今皇上暴虐成性，残害忠良，吾等遵太后诏令，讨伐暴君。反贼杨琦，时君俸禄却示众作乱，忤逆谋反，吾功承天命，诛杀反贼。杀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是我呀。钱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是回京述职的，我一路赶来，听他们说贵妃娘娘在生辰宴上被……如今瞧见您无恙，臣便安心了。能保住了你，也不枉我来这一遭。今日宫中有变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说来日我跟陛下逢凶化吉，我们改日再续。哎，娘娘，您可是要往宫中去？钱某愿与您一道。您和陛下对我恩同再造，如今您二位有难，钱某岂能袖手旁观？恩同再造，此话怎讲？荔枝啊，娘娘，拳头大的荔枝，真的被我种出来了。像我钱某在京多年，无甚建树，多亏了娘娘一句提点，如今魏州一带都称我一句荔枝大王呢。实在，魏州确有善种荔枝者，但那个人分明叫钱小淼啊。娘娘，您难道真的是神仙转世不成？我至魏州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师，替我算了一卦，说我命中缺水，魏州乃是我最好的去处。
还劝我改了名字，一金为水。如今，我就叫做钱小淼啊。这么说来，我在后世中读到的史书，是源于我此时的随口一言。原来，我回到这里是注定的，不是我回到了历史之中，而是我自始至终都身处在这河流之中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今天也未必是凤之离的死期。对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钱心。不，钱小淼。娘娘，娘娘！殿下，凤栖宫方向着火了。糟了，叫五尾司送去。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醒醒！凤之离，我带你出去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凤之离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一直这么睡下去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，凤之离。睡，睡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他现在应该在梦里，我可以入他的梦叫醒他。对。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。虽说天气还暖和，但你也不能就这样躺在这儿捂气吧？娘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要不一会儿你皇姐又该训你了。
做噩梦了？没事，都结束了，啊？噩梦。对，我刚刚是做了噩梦。娘亲，我刚刚梦到你死了，好多人都死了。都说了是梦，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也已经醒过来了。对，已经醒了。快起来吧，娘亲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快走啊，小黎。这是我熬了好久的鸡汤，快尝尝。谢谢娘亲。好香啊，一闻就知道不是御膳房做的，是娘亲的手艺。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花椒鸡汤，最近劳务繁忙，要好好注意身体。我早就饿了，谢谢娘亲。你发什么呆啊？没睡醒啊？快吃饭。吃饭。好香啊！我原来来尝尝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啊。来，娘亲也吃点。清安呢？凤之烈，凤之烈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清安，老师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老师，怎么哭了？你是不是哪里疼啊？看你瘦的，我得给你好好补补。你俩聊，我去给你们温鸡汤。这便是你不愿意离开的理由吗？一直生活在这里，难道不好吗？这里安稳平和，没有杀戮和怨恨，大家都在。黄姐即位了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凤之烈，这里很好，可是这里是假的。美梦就算再美好，它都只有一瞬。现实无论多残酷，都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不想和你只有一瞬。可这是我第一次梦到的，之前从来都没有过。
要走了。小离，你要多笑啊！金安，你也是。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杨琦，找他。他领兵逼宫谋逆叛国，本宫秦王护驾，将他斩于兴安门。反军失将，现下已经如数被擒。圣宫未崩，太后娘娘就拟好了传位诏书啊，传位于端王。他才4岁，宗室血脉唯此一支，反贼杀入宫中，哀家也是怕皇帝有个万一。哼！当年陛下继位也才8岁，也是，都是无法亲政、易于掌控的年纪。昭明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的娘亲当年以诚待你，你却以下作手段害死了她，控制我幼弟隐于幕后垂帘听政。太后娘娘，你又是何意？成王败寇，前朝如此，后宫更是一样。凭什么他淑敏和一腔天真、虚伪博爱就能独得圣恩？是他自己说无意奉位，他既然不要，哀家为何抢不得？我杀了你！即便杀了我，也救不回你的好弟弟。你对小离做了什么？传言有一种人能入梦，代价便是永远失去做梦的能力。若是碰到至亲之人的头顶青丝，便可为自己制造出一场美梦，从此酣眠其中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没了皇帝，你们凤家子嗣单薄，一介女身又成不得大统。哼！若没有我以太后之尊扶持幼弟，定当举国大乱。胸怀治国伟略，纵是女子，为什么成不了大统？中秋夜，杨琦拥兵作乱，逼宫谋反，亲杀太后，火烧陛下。昭明长公主殿下，秦王平乱，当成大统。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吾等愿追随殿下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
小脸都黑了，疼吗？小丽，阿姐，你受伤了？阿姐，我没事。明知奸计单独赴约，凤之令长本事了是吧？答应姐姐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娘亲写的信在她手上，我不能不去。这句话是娘亲写给我的，也是写给你的。这皇位，你想做吗？我想。论年纪齿序，你长于我；论能力韬略，我比不上。这皇位本就该是你的，这一点你我都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些话，可发自你本心？真心实意。而且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没什么抱负，最大的祈愿就是国泰家和，做个闲散王爷，云游逍遥。我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皇帝，可累死了，而且声名狼藉，民生哀怨，人人都骂我是个暴君呢。我作证，他可是历史上遗臭万年、鼎鼎有名的暴君。你们，阿姐，我们经历生死，豁然开朗。他这么多年装残虐、扮暴君，一来是为了可以帮老师报仇，二来是为了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反了他。端王虽小，但毕竟是宗室亲王。长公主即位，可能服众？能。地星落，地星起，落于西南，昭明于世。灵善，你是司天监，可还记得拜师的时候，立誓敬诺，永不妄言？我当然记得，但殿下命格如此，臣不算妄言。明日天启过后，愿殿下福泽绵厚，供大宁千秋百世。那就借卿吉言。算出来了，地星落西南，是长公主殿下。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这样啊？怎么会是女人当皇帝呀？
皇帝位虚，骄祀无主，修征加锐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公，不得不受。昭明权位天地，敢不尽从。以9月初8知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游客朋友们，这边请。宁安13年中秋，义军逼宫，暴君呢死在了皇宫中的大火之中。随后呢，长公主凤芝凡登基为帝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第1位女皇帝，整整统治了60余年。改新革命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。哎，那这2个头骨呢？这2枚头骨出自宁安君古墓当中，这一枚呢是宁安君本人，另外一枚在历史当中就没有注明是哪一位。哎，你们听说过那段野史没？其实宁安君根本没有死，他在火里金蝉脱壳，妖妃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，为的只是逃离皇权斗争，做一对逍遥鸳鸯。夫人，这个是？这是我让叶明特意让人送过来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稻，这是贡品，再过荷花。贡品？那这些都……我们这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宁都了，所以我把该带的全部都带上。我还让地桃从御膳房拿了官窑瓷器，还有雕花银块。好，这些东西都带着也就罢了，但这个……夫人，这些东西我们到了渭南都可以再置办的。你现在可不是皇上了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们还买得起官窑吗？言之有理，恐怕今后可要多多仰仗夫人了。没关系，我罩着你。我那些史料可不是白研究的，我对大宁的衣食住行肯定比你还了解。走吧，夫人。但那个真的不能带吗？不能。走吧。那我们以后去开一个女子学堂，专门教女子读书做人，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我们再去种水稻，前心都能种出石头一样大的荔枝。时代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天翻地覆的改变，那我们便一起去做这个时代的草籽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。